上节说到做卡片笔记的工具，这节我们来看看 Roam Research 的基础界面。那 Roam 呢，它可以做很多事，比如说任务管理、写作、文献管理等等各种用途。但是这个教程专注的是如何用 Roam Research 做卡片笔记，所以这次呢只会专注于卡片和应用的那部分。那关于 Roam 的使用，先讲几句题外话，可能对于有些用户来说会有几点局限。第一个是 Roam 是个付费软件，它的定价并不便宜。第二个是使用它需要梯子。第三个是它的界面是全英文的。那如果不方便使用 Roam 的同学呢，也有一个替选方案，那就是可以去试一下 Logseq， 它是免费的。界面布局和 Roam 很像，而且有中文，也就是说，你看了这个 Roam Research 做卡片笔记的教程，基本上就能学会 Logseq， 它俩的操作几乎一致。有时候翻来翻去确实不太方便。之前在国内，我们总是想要通过网络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而真的来到海外后，却又发现国内的很多 app 看不了，不得不借助回国加速器软件。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在用的工具——云极光加速器。它不仅支持访问国内各大主流应用，比如说腾讯视频等等，也可以加速海量的国服游戏、各种音乐 app。只要按一个键就能加速回国，操作简单。因为使用的是网络加速专线，速度也很快，超级稳定。现在平台做活动，新用户下载还能送7天会员，输入我的推荐码还能额外获得14天的会员，使用会员网速更快。那我们回到 Roam， 那我们先从注册开始，我们去 Roam Research 的官网注册，用自己的邮箱注册，填好邮箱、密码，最后再确认一遍密码，你的账户应该就会收到一封邮件。验证之后就可以登录了。这一步无法录屏，是因为我已经注册过了。那注册好之后呢，我们可以选择下载客户端或者使用网页版。我使用的是客户端。那么我们选择登录，刚注册的新账号会进入创建库界面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选择建立在线笔记库，也就是把库存在 Roam 的云端，全平台同步。如果你有多台电脑的话，那么就选这个。我选的就是在线库，可以看到已经建立好了。本地笔记库就是把库存在你的本地浏览器的缓存里，如果你换了电脑或者换了浏览器，那么数据就没有了，适合只用一台电脑办公的同学。第三个是别人分享给你的库，这个不用管。我们以建立一个在线库为例，选择建立，设置名称，比如说某某某的卡片笔记库，以你自己的英文名为开头，不容易重复。名称呢必须是唯一的，也就是不能和别人重复。因为 Roam 会给你生成一个永久的唯一的库的链接，如果和别人一样的话，就会创建不成功，换个名字就好了。在右下角呢，可以给你的库勾选加密，加密之后呢，进入是需要输入密码的，这个看你自己的需求，我们先不勾选，直接建立。建立好库以后，我们进入里面可以看到主界面，左侧呢是导航，中间是笔记部分，右上角是设置、搜索等辅助操作栏。Roam 的界面都是英文版的，但是操作并不复杂，只需要掌握几个核心的操作呢，就能轻松的管理好你的卡片笔记，所以不用慌。那如果你实在是看不懂英文，也可以去下载一个欧陆词典，它有一个鼠标悬浮翻译的功能。那我们先来看看左侧的导航有哪些东西。左边的导航分别是 Roam 帮助，可以点击进入新手引导，不过都是英文的。你自己库的信息，如果你有多个库的话，可以点击切换，或者点击库的设置按钮，回到刚才创建的主界面。在下面呢是日记视图按钮，不管你浏览到哪，点击就能回到当天的笔记。这个日期是自动加上的，不用我们自己写，只要你当天打开了 Roam， 它就会自动的创建一个当天的日记文件。我们的卡片将要记在这个位置。下滑的话可以看到过去的日记，这个相当于你卡片盒的主页。然后是关系图谱，可以看到所有笔记的连接关系。第三个是所有界面，点击后所有笔记页都会以列表的形式展示出来，并且可以看到每一页的笔记的字数、连接的次数、笔记更新日期和笔记创建的日期。点击排序可以选择以升序或者降序查看，非常方便找内容。然后是笔记的插件库，可以安装一些外部的插件，这个我们暂时用不到，好奇的同学可以去探索一下。再下面就是你自己设置的快捷操作的界面了，后期我们可以建立索引，收藏一下就能快速的管理你的内容，这个后面会讲。中间是笔记区，我们后期所有的笔记都会在这里操作。然后是右侧的辅助操作栏，最外面这个绿点呢表示已同步，那如果是黄色的就代表你现在写的东西没有保存，
或者网络出现了问题，悬浮可以看到保存的进度，有多少笔记待保存，最后更新是什么时间。这个笔记是自动保存的，速度取决于你的网速，我个人使用觉得很快，完全不用担心保存的问题。然后是搜索，可以搜索你库里的所有笔记。接着是日历视图，在这里可以看到你每天建立笔记的热点图。如果你没有写笔记的话，这里就是灰的。你也可以从这里快速的进入你某一天的笔记页，然后点击这3个点的按钮，分别是设置、导出、导入和检查更新。我们先来看看设置里有什么。设置里可以更改你的名字、内容的展示方式等等，比如说要不要展示引用内容的方括号、引用内容的条数等等，这些选项我们很少用到，可以不用改。接着是分享，就是把你的库分享出去和别人协作。接着是文件，如果你传了图片的话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到，也可以操作删除。然后是热键，记住它呢可以快捷操作，当然你也可以修改，点击热键部分，输入你的快捷键即可修改。然后是你的图库设置，你可以选择删除这个库，删除本地缓存，初始化你的库等等。账户设置可以重置密码。最后是插件库，在这里可以选择管理你的插件。我们做卡片盒暂时用不到插件，先不管。回到这3个点，导出文件意味着把你的库导出来做备份，你可以选择格式，然后点击导出。导入库呢，就是导入其他软件里的笔记到 ROM 中。那检查更新呢，不用管，它自己会更新。然后是调整页面宽度的屏占比，有些人喜欢宽屏写作，有些人喜欢窄屏，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就好。然后是这个问号的按钮，这个按钮非常重要，是一个悬浮的帮助中心，里面介绍了所有 ROM Research 的操作，非常的详细，不懂的时候呢就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是分屏按钮，可以分2个屏来编辑和查看笔记。快捷键是 Shift， 这个用到的比较多，大家可以记一下。那回到编辑页，现在我们来记几个主要的操作。首先是页面和块，我们知道在一篇笔记下，比如说今天的日记，这是标题，标题下的内容呢可以有很多个块，块里面也可以有很多层级，它是大干式写作的格局。那么在 ROM 里呢，不管是一整篇笔记或者是某一个块，都是可以进行相互关联的，所以它有2种链接方式，页面链接和块的链接。我们之后用的时候呢，首先会在这里写卡片，然后我们要关联卡片，有2个链接的快捷操作。第一个是输入2个方括号，可以连接某个页面；第二个是输入2个括号，可以链接某个块。输入之后，搜索关键字就可以出现你要找的内容。这2个操作是贯穿我们后续管理卡片的主要操作，所以大家先记一下。那讲到这里，基本界面就介绍完了。下节我们一起来看看卡片笔记的入库操作。